50元1个月租来的小屋。门槛上的水泥已经干透成型了，再看看里面成功了没有？也成型固定了，很牢固。把门脚放进去看看灵不灵活。那个小坑有点浅，用锤子敲一下。非常正好，这算是成功修好了。收拾一下，把这边地面贴上地板。一大早就去淘宝贝了。这些地板很便宜，也是老板卖不掉处理给我的。还买了一个简易旧的衣架，放夏天换洗的衣物、鞋子啥的。这种地板是粘贴的，直接把它贴在地毯上，灰尘扫干净，不然粘不上。第一次贴地板，没头绪也不懂，谁成想这就是错误的开始，哈哈。总感觉哪里不对，就是没想起来。一顿操作猛如虎，仔细一看白忙活。脑补一下，明白了，重新铺，不能将就。没有失败，哪有成功呢？如果没有错开铺好，以后会全部翘起来的。怪我没做功课就开始操作了，哈哈。果然这么看顺眼多了。这边做厨房，地面难免会有水，这样就方便擦地了，还能防水防潮。今天大半天的时间都花在地板了，真是隔行如隔山。完工了，效果我自己很满意，还剩一些留着备用吧。门口清理干净，铺个地毯留着擦鞋底，越来越像个家了。闺蜜躺床上不想下来，她说好喜欢这个小屋，可能是因为感觉到温馨了吧。下个视频把小厨房装修一下，一起期待吧。50元1个月租来的房子，改造完以后，房东都觉得太可惜了。原因是他认为快要拆房了，装修这么好都浪费了。可是这个房子都在这好几年了，也没拆掉。我当时觉得就算是住几个月也是划算的。石头已经固定在地面上了，现在用水泥全部封起来，就不会往外面漏水了。当时砌这个水池，我觉得有很多用途，洗漱、洗碗、洗菜、洗衣服都可以。不是没有考虑在外面，但是外面始终是露天的，不如在屋里方便。现在非常能够体会到建筑工地上那些农民工有多辛苦了。
我把不平整的石头都封上了，基本完工了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水池不用太高，只要水不会淌出来就好了。墙上还缺一个置物架，放一些洗漱用品。这边基本就是这个样子啦。又是新的一天。从外面路边店里借了一把电钻，店老板问我要200押金，怕我拿跑了，哈哈。
今天冒着大雨搬家了，叫了一辆车拉行李，门口已经积水了，即将要搬走了。再看看这个小屋吧，多少有点不舍得，我才租了1个半月而已。还好东西没有全部拿过来，不然东西更多。反正东西不多，搬个家能有多难？这些墙纸撕了也不能用了，能带走的都会带走。房东说这个房子还是50、60年前盖的，就图它便宜又安静，所以被我租下了。花点功夫把它改造一下，把它变洋气点。里面很多东西都是房东家的老物件。我看了一下，这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太破旧了，我根本用不上。这个床真的是老古董了。你们见过这种床吗？一个人要把它弄出去，真是太吃力了。我是个只要自己能做到，就不会跟别人开口的一个人。这个小橱柜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，有个小门，我特别好奇，想把它打开看看，吓我一跳，还以为会有老鼠在里面。把它修一下，留着放东西也不错。里面坏了，用绳子做个小拉手就行了。房东也没来，只好自己先动手了。这个床真的很重很重，我也不知道哪来的这么大力气，反正觉得自己可以做到。这个床都是实木的，花了好长时间才把它磨起来。这边墙角特别潮湿，好像还有老鼠打的洞。当时看房子的时候，光图地方大，房租又便宜。
实在太重了，我已经把那天所有的力气都用完了。就搬这一个床用了半个多小时，就像蚂蚁搬家一样。周边住的都是一些老弱妇孺，我都不好意思开口帮忙。住在乡下的基本都是年龄大的老人了，除了房东谁都不认识。我自己都佩服我自己，这么重的东西还是被我弄出来了。房东说来帮我搬，从上午到下午也没见人影。狗血的是我自己弄出来了以后，他们才过来。房东叫了他儿子还有几个大叔一起来帮忙，活都被我干得差不多了。房东儿子说他叫人去了，所以来晚了，跟我说声实在不好意思了。他们一直不相信我怎么把床弄出来的，我就尴尬的笑笑说我从小力气大好哈。我把视频放慢点，你们感受一下是不是很重？我哪是力气大，我是找不到人罢了。好了，大物件都弄出去了，我可以好好打扫了。房子虽然是2大间，但是放的东西杂七杂八的，太占地方了。我也是花了很久才收拾好。监卧室的墙角都很潮湿，真想在屋顶开个洞，让太阳进来晒它的3天3夜。也没打地坪，这种红砖地面很难清理。我后面再买个厚点的地毯铺上。单想想要和老鼠共眠，那太可怕了。理完垃圾看着干净多了，还有2个桌子，我想装修房间的时候能用上，把墙面刷一下就亮堂了。今天开始改造50年前的老房子，老规矩，挖腻子。已经打开门窗晾了3、4天了，墙面还是很潮湿。次用胶水和腻子应该会牢固些。给墙面做去死皮。墙面太不平整了，看来效果不会太好。只有多糊一点才会刮平。